查到了，我们已经截获昨天晚上出发的那只货船，果然如你所料，满满一船的大米，下面藏的全都是军火。还好我们及时，没有让在东北的日本人得逞。组长，你怎么知道这批军火是发往东北给日本人的？现在全中国，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就是东北，有实力能从上海偷运军火的也只有日本人。看来这上海是他们的中转站之一，这是一个有组织、有计划的长线行动。那不正好，趁着这次机会把他们一举端了？谈何容易！我们这次截获了他们的货物，已经打草惊蛇了。他们还会让我们再有一次可乘之机吗？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。那看来这条线路已经有危险了。请放心，我们的运输单据和资料都是经过伪装和处理的，那些工作人员也安排得极其隐秘。短时间内，他们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找到一些线索的。短时间内困难，并不代表他们不能。一旦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，那可不是只损失一条军火运输线这么简单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斩草除根。没错，他们肯定不会再留下这条线了，一定会斩草除根，把所有相关人员都会处理掉，不会给我们留下半点把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跟他们抢时间，在他们毁尸灭迹之前把他们揪出来。抢时间？我们刚刚得到这条线索，怎么可能和日本人抢得过时间呢？这条线路上的所有人，一个都不能留，全部给我处理掉。药虎大人，那还是我去处理吧。当然还是你了。这件事情由你开始，就必须由你收尾，彻底栽赃嫁祸到玄武头上。我会再给你多派一些人手，希望你这一次不要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嘿。就从这枚银元查起，既然有人扰乱视听，故意留下证据，我们就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个就是我们破解的线索。银元？你在整个上海给我查，看哪家店铺做这种特殊的银元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贾玄武总是用这枚银元装神弄鬼，可是这特殊的银元不是哪儿都有，需要特殊制作。只要能找到这家店铺，我们就能找到他，甚至有可能当场将他抓获。不管这次是真玄武还是假玄武，我都不可能再让他跑了。老贾他们已经把你转出的那3000万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账户上。你所说的小谢，到现在也没有发生，所以你很快就会暴露了。今天晚上之前，你必须离开上海。车票已经用假名帮你买好了，你马上动身，不得延迟。在我离开上海之前，还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完成。时间不等人呐。放心吧，我会安全离开的。让老贾好好处理那3000万，有机会我们会再见面的。走了。组长，我已经查到那家店铺了。查到了。贾玄武的确在一些店铺定做了这种银元，而且他很狡猾，是在不同的店铺定做的。但是经过我一一排查，终于确定他最后一次定做的地址。只可惜，店主说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来取。很好，既然找到了这家店铺，我们可以守株待兔。我就不信抓不到他。
正式展开行动。快！亨利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对吗？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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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我，选我。选我！你怎么不理我呀？选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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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恒利，你怎么把他东西扔出来啊？人都不回来了，留着东西干什么呀？占地方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回来啊？他还敢回来吗？也不看看外边多少人因为他亏了钱，就等着跟他算账。那你们赚钱的时候不念人家的好，亏钱了你找人家麻烦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你这人脑子有问题啊！怎么还帮他说话？他现在是彻底完蛋了。彭小姐死了，他在华商银行的靠山也就倒了，股票也垮了。我要是他，有多远我就跑多远。我告诉你啊，东西赶紧给我收拾好，不然我回来收拾你。彭董事长，我来晚了，实在对不起。彭董事长，我知道令千金的事情让你十分难过。若不是事态严重，我也不会打扰你。金局长，无需多言。彭某虽然不才，可轻重缓急我还是分得清的。那我就不客套了。好，请。各位，彭董事长他是从美国回来的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有华尔街投行的高管经验。今天特地请彭董事长来，就是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白银法案到底是什么来头。请。各位呢都是金融界的精英，我彭某人本不该造次的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我又受秦局长之托，那在下就说一下我的拙见吧。美国国会昨日刚刚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，开始向全世界收购白银。美国此举旨在抬涨白银价格。哎，你们说，这白银价格上涨，是不是袁大头就一个当两个花了？亏你还是学经济的，这都不明白吗？股市暴跌肯定跟他有关系啊！扯呢！我上个礼拜刚进去，我这点家底啊，全投里边了。李伯清推荐的股票你也敢买啊？7唱8戏9吹手，那是老话。要我说呀，他说的话绝对没有姚姐的话靠谱。不对呀，我这次是跟着那个股神李亨利买的，
人家现在是庄家呀。李亨利呀，现在自身难保了吧？你跟着他买，我看裤衩也收进去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趟交易所。哎，算了，交易所你现在去也挤不进去。啊，你要想跳楼，天坛还有位子，尽早。小安，安哥，你一定有办法，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想知道？啊！忘了，我是霞飞路荷花酒，我请客。哎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呢都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，而美国更是首当其冲。在鄙人看来，白银收购法案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结束经济危机、结束大萧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。他们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由美国财政部出面，高价收购白银。这样做的后果呢，只有一种，就是全世界的白银都会流向美国，而美元呢，则流向全世界。这样一来呢，美国的商品就会流向全世界，而走出经济危机的影响。没有白银，我们就印纸票了。印钞机是我们的，反正都是纸，想印多少印多少。你也是猪啊！没有储备金的情况下滥印钞票，那只有一种结果，就是通货膨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以后呢，你要是早上起来下楼买碗豆浆，买根油条，就要提1箱子的钱。是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机会炒作外汇，挣点美元？哎呀，现在是我们经济生死存亡的关口啊，哪还有精力炒作呀？彭董事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可能各位还没有听明白，白银收购法案是美国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全世界的一种手段，而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中国，因为我们中国的主要货币就是白银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中国好容易有点起色的经济状况会有崩盘的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白银可用啊，都被收购了。哪来那么多钱收购白银啊？你真是猪啊！钱是什么？钱说白了就是纸，印钞机在别人手里，自然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，是不是？印完了之后再去买白银，那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美元现在是风行天下嘛，每个国家都拿着美元呢。但是这个钱要花出去才叫钱，对不对？花不出去它就是纸。每个国家想要把钱花出去，自然要去买东西。在全世界商品最多最发达的国家是哪个，就不用我说了吧？又是美国。各位，我们有可能将要迎接一场经济上的严冬，美国大萧条有可能会在我们国家重演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金融界，那么有可能面临一场银行倒闭的风潮。几家大行呢，可能稍好一点，那很多小银行将会更惨，有可能会尸骨无存。彭董事长未免过于危言耸听。股市就是经济的晴雨表，今天股市开盘啊，已经验证了一切。所以我问你，股票是什么？先喝点水。什么是股票？股票卖的是什么？就是个市场预期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市场预期？庄家算计散户，散户算计庄家，这就是预期。但是你们算计来算计去，最终还不是让国家给算计了吗？所以你说这个市场能不完蛋吗？那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接下来我告诉你，就是市场崩溃，银行倒闭，你们所有人的钱通通打水漂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现在天台还有位子，要跳楼赶紧去。安哥，之前没看出来啊。哎，对，你懂得比李伯清那个老东西多多了。我们下次就跟着安哥干。行啊，只要还有下次。各位，总之我认为，这是帝国主义对咱们中国赤裸裸的掠夺，所以我辈应该同心同德，共赴国难。
彭董事长是位金融奇才，精通美国的金融政策，党国必将委以重任，还望大展拳脚。是，当务之急就是要阻止白银外流。我呢，仅代表华山银行的几位董事向大家表个态，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止白银外流，稳定股价。只要上海的经济不乱，上海就不会乱的。对，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心情不好呢，想喝就喝点吧。都是人，谁还没有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啊？我陪你喝。上海，中国，我生在一个如此冰冷残酷的年代。为了生存，我们伪装，我们践踏无数具尸体。若斯特，他根本就不适合生存在这个年代。他这么单纯，那么善良，你知道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他跟我说过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可以带着他离开上海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我能怎么做？我们是特工，老爹从小就教导我们，要完成任务，要杀敌，要保家卫国。但我们连最根本的保护身边的人、保护这些脆弱的生命都做不到，我们全都是屁。若是他把未来寄托在我身上，可我给过他什么呢？数不尽的活命。最终的死亡。如果他没有遇到我，他现在肯定还是好好的活着，说不定他还能遇到一个人，带他离开上海，在遥远的某个地方，无忧无虑的过着开开心心的幸福日子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。故事崩盘了，弥勒，满世界的人都在找我。但你要真是为我好，就别管我。弥勒君，请坐。弥勒君，这么晚还叫你过来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吧？这次的确是我大意了。不过中国有句老话，有赌未必输。只要上海滩经济不垮，这些钱早晚我能赚回来。是吗？
我记得弥勒军之前也是跟伊藤会长这么说的，可结果呢？3000万一转眼一分不剩。我听说你的心腹李亨利也不知所踪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中国还有句俗话，叫明人不说暗话。弥勒军，如果被我查出来李亨利是受奶之时窃取了这3000万，那么到时候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如此说来，孙正军是不相信我的为人了。我弥勒能在上海立住脚，靠的就是一个信字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别说是3000万，就是6000万、9000万，我既然答应了跟你们合作，我就绝不会背后做手脚。孙正军把我看作是一个小人，那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合作的必要了。告辞了。你不会以为他们能拦得住我吧？佛爷，我想你误会了。我们帝国未来还是希望可以和你合作，只不过这次损失了3000万，我不得不多问几句。既然佛爷这么说了，那么如何弥补这3000万的损失，还要请你多想想办法。这话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做的。别忘了，这3000万里边还有我一份。那是自然，用你们中国话说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所以今天请你过来，其实是有个人想见你。谁？早说了这个李亨利靠不住，现在3000万也没了，他也没影了，谁知道是不是投靠弥勒去了？李亨利不可能。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来解释呢？那是因为他太伤心了，彭若诗死了。佳琪，我怕你去跟踪弥勒的人回来怎么说？我们跟了弥勒一整天，发现他也在派人到处找李亨利。我就说吧，李亨利不可能干这种事的。就算他没有叛变，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你什么意思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没有证据。我觉得这次股市崩盘也在他的计划当中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处理的命令，说白了就只是要钱，别的不问，对吧？我认为李亨利，他不只要钱，同时他还要借这次股市崩盘揪出潜伏的内奸。李亨利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他计划之内的？为什么不呢？如果可以赔掉弥勒的家底，那么银行上层的内奸就会出来救场。李亨利怎么可以如此置上级命令于不顾？一切只靠自己判断形势，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，怎么可以当特工？他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。我说你们也不想想，李亨利是神仙吗？他怎么知道股市会崩盘啊？他既然可以在股票上面故意挣钱，当然也可以故意赔钱。那他怎么知道美国国会会通过白银法案？我觉得阿香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像你说的，李亨利要赔光弥勒钱的话，连罗斯福要签署法案他都知道，那他也太未卜先知了吧？白银法案那么大的事，又不是第一天才提出来的，他已经在国会里面博弈了那么长时间，稍微有点国外消息来源的都可以追踪啊。就算你没有消息来源，你买份报纸看看总可以吧？一旦法案提上了日程，那么只有2种可能性，要么通过，要么不通过。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大本事，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就叫赌。既然要见我，为什么躲着不出来呢？弥勒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又见到我的面了，
可我从来没见过你的面。到适合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见到我真面目的。有话直说吧，叫我来干什么？弥勒兄是个痛快人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这次古石震荡，3000万瞬间蒸发，难道弥勒兄没有什么特别要向我交代的吗？你要我交代什么？我把我的1加1档全搭进去了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这笔钱，帝国志在必得。我们当初选择和你合作，就是看中你在上海金融界的影响力和手腕。弥勒兄，有句话你应该听过：上山容易，下山难。我帝国这座高山，可不是你想上就上，想下就下的。哼，你是在威胁我？随便你怎么理解吧。总之，在约定的时间内，如果你没有替我们拿到这7000万，后果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不要吓唬我，我弥勒可不是被吓大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既然是合作，那我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办到。眼下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，我会想办法解决，但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告辞。妖狐，刚刚那些话，不只是对弥勒说的，也是对你说的。这次事态，军部高层非常不满。如果你不想办法尽快消除他们的愤怒，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我想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属下明白，请鸦天狗阁下转告，属下一定尽力弥补。只不过什么？弥勒这个人我最了解，刚刚您那么威胁他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他不过是帝国的奴隶，你在他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能控制他吗？妖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阁下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现在弥勒的这只股票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有转机了。他还赔了家底，欠了2000万，就算银行不追究他，日本人也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弥勒是个聪明人，他不可能跟日本人正面冲突，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钱填补这个亏空。3000万，我就不相信他弥勒还有什么办法能起死回生。你可别小看他，他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可不是运气。安公子说的很有道理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如霜在明媛圈设下的圈套，这应该是他们唯一的退路。所以阿香，你要想办法揭穿如霜的骗局，我们就能断了弥勒的退路。组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这次任务很艰巨，本来想让李亨利配合你工作，可是他能不能活过今晚还不知道呢。哎，说不定明天一早我们能在头版上看到他。你能不能别诅咒他？弥勒这次可真是输红眼了，他现在所有的手下都在找李亨利，而且弥勒还说了，格杀勿论。阿香，阿香。
我是个杀人魔。你们知道我这双手背负了多少血债吗？好啊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拼个痛快。玄武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是在跟我说话？这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你到底想隐瞒多久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可说的。李亨利，我想跟你玩个游戏，条件跟上次一样。如果文字冲上，我随便你怎么骂，绝不还口；如果图案冲上，我答应你一个条件。无聊。李亨利。当我知道自己不是特工玄武的时候，我挺不服气的。我跟了老爹这么多年，论身手，论智慧，
我不输给任何人。但是跟你执行了几次任务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老爹为什么要把特工玄武这个称号给了你。玄武，龟蛇相伴组成的灵物，通阴阳、辨是非、断生死，他维护公道、主持正义，能担当起这个名号的人，势必是有大爱之心。你知道为什么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们这么多人不遗余力的去支持你、去配合你吗？因为你肩上的责任比我们所有人都重，而你要完成了这个任务，将会给上海以及上海的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，而这也是老爹临终前对你唯一的愿望。我知道彭洛师死了，你很自责，可这是一场战争，是战争，势必就会有人牺牲。若是是无辜的，如果不是我接近他，利用他，他也不会死。他会，只是晚死几十年，而不止今天是他。如果为了完成任务，我、孙组长、戴佳琪、安公子，我们特勤组的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死，因为玄武是所有人的希望。任何人都可以倒下，唯独玄武不能。我不是玄武。我不管你承不承认，我知道你就是。你看看你今天的样子，你对得起自己吗？对得起死去的老爹吗？酒精只能麻痹你的身体，却麻痹不了你的心。什么意思？自从我跟了佛爷那天起，我的这条命就是佛爷的。你想要，随时可以拿，何必动用这么多弟兄？话说得好听，既然你都说你的命是佛爷的，那昨天为什么要反抗？我的命是佛爷的，只有佛爷能杀我。口气不小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这些话都是借口。我知道，我犯下了大错。可股市崩盘，谁也没想到，都怪我急功近利，酿成大错。李亨利，当初是你怂恿佛爷把那些钱放入股市的，还赌咒发誓一定能赚大钱。可这边股市一崩盘，你连人影都不见了。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却来说对佛爷一片真心，你这出戏唱的未免也太假了吧？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也无法重新获得佛爷的信任。但我想用我的这条命，来给佛爷谢罪。住手！你刚才跟我说，
你的这条命，除了我，谁也拿不走。是的。拿过来。给我。把枪放下吧。说吧，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我哪儿都没去，我在给若诗守灵。哼，还是个情种。我只是后悔，若诗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对待她。人呐，总是失去了才后悔，可对眼前的一切，却都不珍惜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若诗死了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可你是我的人，我把那笔钱交给你，让你负全责。那照你的意思，你是说我佛爷有眼无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要再说了，股市崩盘，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我的人，当务之急，我要你想办法把钱全部给我赚回来。是佛爷。对不起啊，你走路不长眼啊？哟，这不是股神少东家吗？哎，你这意大利西装呢？怎么不敢穿了？穿这么旧的一件工服，跟我们混成一样的了。嘿，哎，别走啊！撞了人不知道把东西捡起来啊？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少东家呢。看什么看？捡啊！这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骂你就得烧血，打你就得立正。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嘿，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没看见这有个人，我还以为是条狗呢。你居然骂人！哎，你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！我呢，只是谁搭腔我就骂谁。你刚才怎么回事啊？这你还没看出来？他在银行的日子算是到头了。这个节骨眼儿，你还是别再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了。哎，不是说佛爷不怪他了吗？可是还有董事长呢。你想啊，他前2天多神气啊，又是股神，又是董事长追女婿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什么都没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是好好劝劝他，自己辞职算了。等到被开除啊，多没面子。开除？啊？谁要开除他？这不明摆着的事吗？全银行上下都传开了，这李亨利被开除是迟早的事。我要是他呀，我才没脸来上班呢。不会吧？董事长这么小心眼儿，公报私仇啊？人家董事长是不会跟你这个小职员计较的，但是下边有的是秉承上意、见风使舵的小人呐。你不信？不信咱走着瞧吧。
安利哥，又来找佛爷呀？啊，佛爷他在吗？真不巧，佛爷他有事出去了。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哟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你有什么事，我帮你转达吧。没事，我再过来吧，谢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既然相信他，为什么要晾着他？你知道驯鹰的人是怎么熬鹰的吗？猎鹰生性孤傲，很难驯服。驯鹰的人抓到鹰之后，会一连几天不让它睡觉，直到它身上的野性一点一点全部磨光。你是说，李亨利就像猎鹰？至于他将来能够飞多高多远，我不好说。可眼下，我就是要去他身上的野性，在我手底下做事，最要紧的是得听话。我知道了，像李亨利这样的人，就该挫挫他的锐气。你只说对了一半儿。在我手底下做事，没点真本事可不行。虽说他眼下在银行里边处境艰难，可要是连这点事情都摆不平，那他也不配在我手底下做事。先生看人，总不会错。就像当初遇到你，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人。晚上我又约了秦太太打牌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李亨利去哪儿了？他刚刚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哦，谢谢。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这点事你至于吗？你这个窝囊放开我！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跳江吗？你放开我！你不跳江，你在这干嘛？哎呀，我能一口气从这头游到那头，就算我想死，也不会选择跳江啊！哎呀，你吓死我了你！哎呀，我就是想出来透口气，不行吗？我知道，银行里那些人风言风语的，弄得你喘不过气来。你不用太在意他们说什么，真的。看我干嘛？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谁说我关心你了？我们是战友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不就少了一个战友吗？我们还有任务没完成呢。你要真担心我，就陪我坐下来，看看风景，散散心。来。这哪有什么风景啊？有件事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股票会大跌呀？还真把我当神仙了。那这么说，你不知道对吧？是谁告诉你我知道的？嗨，我就说嘛，他们……好了，我知道是谁，潘公子嘛。他这口气憋了这么久，也得让他发泄一下。
他这种人啊，就是公报私仇。你听，听什么？有的声音只有心静下来才能听见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能听到老爹在天上跟我说话。说什么？老爹说：“坚持住。”现在这样，你真的不着急啊？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老爹在，面对现在的状况，他会怎么做？那年在东北执行任务，也是跟老爹在一起。任务就是潜入到日本的机构去做卧底，表面上与日本人打成一片，让他们相信我的叛变。但是这一招却断了我的后路。来，来，喝酒，喝，干杯！干杯！再喝。当时破釜沉舟，他真的让日本人相信我的叛变，居然让天下的中国人都误会了。他们到处找我，找我的家人，甚至把老爹也绑起来打。当时我以为这就是做卧底最大的目的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被人误解，甚至连痛苦都算不上。那什么才是？最大的痛苦，就是你根本没有痛苦的权利。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还会当特工？我会。你呢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也明白你的心意。你放心吧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保证帮你完成任务。你记住，我们是一伙的，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。任务是大家的，怎么变成我一个人的了？对了，昨天橡胶园那边的人把上个月的分红拿来了，啊，明天呀，我就派人给你们送去。总共有这个数。不是听说股票都跌了吗？还能赚那么多啊？就是啊，我不早就说了吗？这买卖是稳赚不赔的事。最近股票市场不好，所以很多人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去。可咱们的橡胶园啊，可是热闹得很。对了，上次跟你们提加大投资的事，你们考虑的怎么样？3万。说实话，外面有好多人拿着钱等着往里投，可是我觉得这种好事当然要留给自己人了。
姐姐，你说呢？既然是你提议的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啊，我都想好了，接着投。这样说，姐姐呀，你1万块钱也好拿出来讲的。10万。啊，10万9条。糊了。你的请求我已经上报组织了，昨天传来了回复。上级怎么说？上级原则上同意你继续留下来，不过他们让我提醒你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会的。下面我代表组织传达给你一个好消息，那3000万元已经顺利地汇到了海外华人商会在香港的账户，并且由他们分批转到负责新上海建设的工程公司的账户上，以确保工期能够顺利的推进。这一切都知道了。银行那边什么情况？我怕弥勒怀疑你，去查看你的交易记录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放心吧，目前银行上下都对我的说辞深信不疑。白银收购法案影响深远，全球各国股市损失惨重，我们举回更符合实际，所以不会有人怀疑去查我的。你这就是赌徒心态，其实你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完全的把握，对吧？也许吧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不在乎自己是什么心态。我担心的是，你万一暴露了，后面的任务怎么进行下去啊？你将会遇到比现在困难100倍的绝境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这是最好的机会。这要是为了个人安危而错过，我会自责一辈子的。放心吧。我觉得冥冥之中，洛师也在帮我。弥勒一心认为，我因为他的死悲伤过度，所以才疏忽了股市动向。弥勒虽然是个城府极深的人，但他只能依靠我。太危险了，在你身边监视你的人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尤其是那个安公子。对你虎视眈眈，你要提高警惕，不能马虎。我接受你的批评，但这确实是无奈之举。没办法，老贾要求这么高，既要打击黑金洗钱计划，保护重建大上海的资金，还要我找出藏在银行里边的日本间谍，揪出内奸。时间这么紧迫，我不在刀尖上跳，我怎么完成党组织给我的任务呢？弥勒那边什么情况？弥勒虽然让我回到他身边，却一直不肯见我。他怀疑你了？不一定。以我对弥勒的了解，他在试探我。他这个人非常狡猾，而且极其狂妄自大。他一定认为我是个人才，就想办法打击我，让我知道，没有他弥勒，我在上海滩什么都不是。这样，我才能够对他唯命是从。这只老狐狸，更准确的说，他是一只真正的老虎。对了，孙红群那边想趁机利用弥勒，找出银行内部的奸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同意重新让我回到弥勒的身边。看来这次他跟我们又不谋而合了。但我觉得弥勒应该有更大的用处。你是说日本人？没错，只要我们把弥勒逼上绝路，他背后的日本人一定会出手。到那个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了。我明白了。秦太太，
么巧？阿香小姐，这么巧啊？你也到这儿来吃饭啊？我约了个朋友，他爽约了，我还在想该怎么办呢。没想到就遇到秦太太了。这位一定是秦先生吧？这位是？这位我叫阿香。就是新一届的百花小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香小姐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一块走吧。他还有事，那就打扰了。阿香小姐，想吃点什么？别客气，今天我做东。谢谢秦先生，随便点吧。再来一份牛排。好的。阿香小姐在哪儿高就？我在华商银行做文员。那可是个好地方，我和彭董事长是朋友。是吧？一直都听说秦先生和秦太太感情很好，今天一看还真是啊。老夫老妻了，过奖了。今天天气还挺好的，没见秦先生、秦太太带公子一起出来用餐啊。二位一定是在享受二人世界吧？你看我真是太失礼了。我和我太太至今无所出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。真是抱歉，我实在是不知情。不过秦先生一表人才的，秦太太又貌美如花，要是二位没个孩子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阿香小姐，你慢慢吃。秦太太，对不起啊，先失陪了。妈，我知道我爸爸是谁了，可我却不能认他。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妈，你会怪我吗？喂，你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这青天白日的，做亏心事了？你才做亏心事了呢！看你这魂不守舍的，遇到麻烦了吗？关于阻止橡胶园集资的计划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你是说想利用自己和秦世元的关系，来逼秦太太帮助你去破坏如霜的集资计划？这段时间，我一直跟那些名媛太太们混在一起。哼，别看他们一个个嚣张跋扈的，其实秦太太才是他们的主心骨。这也难怪，毕竟是财政局局长夫人，所以她一定有这个能力阻止橡胶园投资计划。是，可你怎么能断定她一定会帮你呢？她会的，我听我二妈说过，她为了让秦世元离开我妈，费尽了心思。你想啊，她花了那么多手段才得到一个男人，她怎么可能轻易把他放掉？更何况现在她爸爸的势力已经没了，所以秦太太唯一要抓住的就是秦世元。以秦世元今日的地位，要是他知道你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认你的。没错，他一直都知道秦世元跟我妈的过往，也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。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秦世元从来没有爱过他，一旦跟我相认，他在秦家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保住秦家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。